夏日炎炎，这几天夏天实在是太热了。早上好不容易化完妆，还没到中午，妆就开始融化了，底妆浮粉卡在细纹里面，腮红不见了，连唇膏都往唇纹里跑。结果呢，照镜子一看，明明只出门几个小时，怎么看起来比早上还显老显累？说真的，我们年轻时用的化妆方式真的不再适合现在的肌肤了，尤其夏天的高温，加上手灵肌的干燥与纹路，只要一个步骤做错，就直接破功。今天我将带你一起来看看50岁以后夏季妆容最常犯的6大错误，还有该怎么改才能让妆感更自然、年轻不显老。连出门流汗也不怕脱妆。希望这支影片会帮你找回你的夏日妆容自信。这个错误呢，就是用太厚重的粉底。那早上起来呢，我已经做完护肤和擦完防晒霜了，这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很多姐妹呢会觉得出门流汗，妆就容易掉，所以会想用遮瑕力强的粉底来压住妆。但是对手灵肌的我们来说，越厚反而越容易卡粉、显纹，浮在脸上。由于夏天天气非常闷热、出汗，所以呢，一般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就是选择一些有水感性的粉底，或者是气垫，又或者是润色的粉底液。总之不要太厚重。这样的粉底呢 ，Tint Moisturizer 不但不会堵住毛孔，还能保有自然的光泽感。如果你想就是遮瑕遮多一点的呢，可以选用那些foundation stick， 只是在局部地方上妆遮瑕就够了。以前我夏天出门前呢，总是想说，底妆要不要厚实一点，这样就不会掉。结果一照镜子就吓到了，鼻翼两边呢就会裂开，细纹呢就全都跑出来了。现在呢，到了夏天，我只会擦一些比较轻薄一点的 Tint Moisturizer， 或者呢，只是想局部的遮瑕，用foundation stick， 只是在局部的少量的遮瑕就够了，只要让你整个的肤色看上去比较均匀。哦，对了，另外呢，在夏天我比较喜欢用到这个 sunscreen。 这个 sunscreen 呢，虽然刚刚擦上去的时候，可能我今天展示的时候这个分量擦的比较多，一般这样的 sunscreen 呢，只要擦2个手指的量就够了。我今天呢擦了可能就是 double 了，所以呢刚刚涂上去的时候，看上去整个脸看上去很白，有 white cast， 其实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防晒霜非常好用，刚开始擦上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白白的，但是等它真的干了 dry down 了之后，它就会给你肌肤一个非常均匀的肤色提亮的效果，不会把你脸上的肤色完全遮住，只是起到一个均匀提亮，会给你一个比较健康的肤质，看上去呢脸色不会那么暗沉。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很多朋友会问，夏天擦了防晒，擦了底妆，那出汗出油很容易掉妆怎么办呢？这个我也有想到，其实如果用 setting powder， 其实有时候我们出汗这些 powder 会粘在一起，所以呢我比较喜欢在上完底妆，或者是你上底妆的时候呢，用一些 setting spray。这个 Milk Setting Spray 呢，它是比较滋润的，只要在你上完你的底妆一下，在你的脸上喷一下，这样呢就会让你底妆持久，而且呢也不会很干。又或者呢，你可以用 Setting Spray 喷在你的 Beauty Blender 上面，然后呢在你的脸上轻轻按压，特别是眼下有显纹的地方，或者说是嘴角，只要你觉得哪些地方需要定妆的地方呢，用 setting spray 喷在你的 beauty blender 上面，稍稍轻轻的按压就可以了，这样呢就不会卡粉，也不会脱妆。第二个错误呢，就是常常在夏天我们总是忘记妆前保湿，或者是用错妆前乳。夏天很多人会跳过保湿，会觉得夏天上它会觉得更加油。
但是呢，熟龄肌缺水的话呢，妆就会更加不服帖。在夏天呢，如果你觉得上一些保湿或者是那些妆前乳太油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些水性的喷雾。我比较喜欢呢，在夏天妆前时候选用一些水溶性的喷雾剂，这样呢，它不仅可以帮我保湿，而且呢，还能够让我的妆容更加服帖。以前夏天呢，我经常不敢擦那些保湿的 cream 啊，或者是那些润肤露，就怕就是越擦越油，特别还有那些防晒霜，擦了以后反而脸是油油的。但是越是不擦，越是我自己出汗出油，结果我的妆容呢就反而更容易脱妆。后来呢，我就选用了这一类既保湿又能够让我的妆容服帖的喷雾型的妆前喷雾，这样底妆呢不但更加服帖，毛孔也不会那么明显。在夏天第3个错误呢，就是眉毛画得太深太硬。其实眉毛画得太粗太黑的眉毛会让我们熟龄肌看起来更凶更不自然。在夏天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柔和的颜色，比如说灰棕色、浅棕色，这样的眉色呢看上去是比较自然的，然后在画的时候呢也自然略带弧度的眉形，顺着我们原生眉形画，整体呢就更有精神但不突兀。因为夏天很容易出汗出油，有时候画的眉笔眉粉呢也容易脱妆，所以呢我最近在选用这个 Benefit 的 Waterproof 眉笔，它画起来很自然也不会脱妆。最主要是它的眉头的眉笔，它有点像毛笔一样，很细很细的毛笔，然后在画的时候可以顺着你的眉形毛流去画，画出来会有一根一根很自然的眉形，看上去不会那种很生硬的，非常自然。而且我选的这个颜色呢也是非常浅的浅棕色，这个眉笔呢它是 waterproof， 所以在夏天呢也不容易脱妆。我以前的眉毛呢都是用比较深的咖啡色，所以呢画出来有时候画出来的眉形啊，就老是觉得很生硬画得不好呢就越画越深。所以现在呢我就会用一些灰棕色，然后在边缘的地方呢用小刷子稍微刷刷开，形状呢就微微的根据自己的眉形去画，这样画出来的眉形呢不仅看起来更自然，也更有精神。之前我的视频里呢也有朋友提到过，为什么你的眉毛看上去一个画得太深一个画得太浅，确实是因为光线的关系。所以我现在呢就是放在正面自然光的窗前光下，你看我两个眉毛的眉形，我两个眉毛的眉色就是一样的。有时候光线的照射会让你的眉毛看上去是有一个淡一个浅，那如果你从正面看的时候呢，它的颜色就不会觉得一个深一个浅了，非常自然。最近呢我还喜欢用他们另外一个眉胶刷子刷眉头，这样你的眉头看上去就很立体，也是一根一根一根的，非常的立体，你看上去呢也更有毛绒感更自然。第4个错误的化妆呢，就是眼妆画得太重。有时候太粗或者是太深的眼线会让我们的眼神变得很凶不自然，还特别容易在流汗的时候晕开，显得脏脏的。那在夏天呢，我们可以使用咖啡色的眼线，着重于上眼线和睫毛的卷翘，这样呢就自然能够放大双眼，同时让整体妆容呢更加柔和。在上眼线的时候呢，以前可能我们会用眼线笔把上眼线全都画了，但是呢在夏天容易出汗容易晕妆，所以呢大家可以选用一些咖啡色或者深咖啡色的眼影，用一个眼笔刷很细很细的画眼线的眼笔刷，只要在眼睛的尾端用一些深咖啡色的眼笔刷稍微的印一下就可以了，这样让你的眼睛呢看上去比较有神。把睫毛夹翘了以后呢，然后就上一些 primer， 睫毛的 primer 它就直接可以把你的睫毛定型，然后呢整天就是翘翘的，而且呢也不会怕晕妆。
让整个妆感呢，眼睛特别是眼睛部位就不会觉得很厚重。就是说在夏天尽量还是画的比较清淡一点，看上去更自然。还有就是画眼妆的时候，怎么可以不说到眼影呢？很多朋友也喜欢用一些粉状的眼影去给自己上妆，但是要夏天出油出汗，眼睛眨一眨呢，它就很容易积堆在我们的双眼皮的缝里面。所以我就最近选用了这个 Morphe 的这个膏体的，它颜色很好看，是大地色，但是上妆的时候要注意，它非常容易显色。只要少少的用你的手指在你的眼皮上刷一点点，就会带给你一个非常自然的大地色。画了以后呢，整个让你的气色也非常好。这个眼影呢，它是有一点点 primer 的性质，所以呢，你上完眼影以后呢，它可以颜色保持1天，都不会脱妆，也不会化开。所以这个颜色非常好，我也很推荐给大家，如果这个眼皮上面经常出油容易脱妆的朋友去使用，既可以让你的眼睛看上去有一点点颜色，而且呢也不会脱妆，特别是在夏天。这个眼影膏的颜色呢非常自然，是有一点点大地色的，你可以叠加，一开始少少的上一点，让自己有一点点颜色，然后呢你觉得颜色不够，可以再一点点叠加，但是千万注意它是比较容易上色的，不要一下子上很多。第5个错误的化妆方法就是用太多的粉状产品，比如说是蜜粉粉状的腮红、粉状的高光，特别容易在出油后结块、卡纹、显毛孔。夏天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液态的产品，或者是膏状、霜状的产品，这样可以打造湿润自然的妆感。特别是腮红，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买腮红颜色，不管什么好看的颜色，但是呢一定要是自然色。这样膏体或者液体类的腮红呢，它不但好推开，还能够制造自然的气色感。以前呢我也买过 NARS 的腮红，是粉状的，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一出汗我就觉得很容易结块，这只是我自己个人的体验。用到粉状的腮红，一到下午出汗出油的时候容易掉妆，而且呢很容易结块，所以后来在夏天呢我就选用这种水润质地的，它不但呢不会卡纹，而且呢还可以叠擦，气色呢也超自然的。其实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呢，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用膏状的腮红，不管什么颜色都有，基本上呢都是一些比较带玫瑰的粉色系的，看上去呢比较自然的颜色，不管是膏体的还是液体的。今天我试用的这个呢是有一点点液体的，比膏体状的呢是更加的容易推开，也更加的淡一点。因为夏天本来就很热嘛，一热你的脸就会马上就有红润的感觉，如果你再上特别红的颜色呢，就会觉得太红了。好像这个 Laura Mercier 的液体的腮红呢，它非常自然，擦上去就会让你感觉到一种由里到外的那种气色，润润的，但是呢又不觉得你是像擦了腮红的那种感觉，非常自然。最后一个错误呢，就是忘了处理我们的唇纹，或者是用会晕染的唇膏。有些唇膏的质地太滑，它就会跑进我们的唇纹里面，尤其是熟龄肌的嘴唇没那么饱满的时候呢，就更加明显。那我们可以使用唇线笔来打个底，然后呢再去选择润色型的，能够显示你自己气色的唇膏，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唇形更加立体，颜色呢也不容易跑掉。前有时候呢我出门觉得唇膏擦得很好，结果呢喝口水回来，唇膏全都跑到嘴外面了。现在呢我都会先用唇线笔描一下，特别是我的人中这儿比较长，所以呢我用唇线笔稍微的在上面画出来一点呢，看上去人中短一点，看上去也会显得年轻一点。这样呢在擦唇膏的时候，整体看起来呢又干净又立体，而且呢也不怕再会晕开了。选用唇线笔呢，它不但能够修饰我们的唇形，也能够很好的防止我们的唇色往外晕开。
在夏天呢，我就非常喜欢使用这些珊瑚色、豆沙色，或者是略带一点点 pink 的颜色，都是非常适合夏天的颜色。我特别喜欢这3支颜色的唇膏，有2支呢是我之前也提到过的，来自 Mary 的唇膏。这2个颜色呢，一个是有一点点珊瑚色的，另外一个呢是带一点点粉调的，都是很适合我们每天日常出去的颜色，不会觉得很突兀。另外呢，还有一个唇膏我也很喜欢，就是 L'Oreal 的这个唇膏，它的颜色是601，这个颜色也非常的自然，非常提气色，而且我发现这个唇膏的颜色它能够很持久，就算我喝了水吃个饭它也不会脱妆。这个唇膏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另外这个唇膏呢它也不会很干。这3个唇膏的特点就是它都不会让我的嘴唇很拔干，但是呢又不会很油，像猪油一样，就是它是有一点点半带滋润型的，但是又不太容易脱妆的颜色，非常好看。最后呢，还是想分享一个加分的小 tips， 就是定妆的技巧。很多人都会觉得到了夏天妆化完了一定要用粉去定妆，其实并不是这样，只要我们化完底妆，用一些定妆喷雾轻轻的在你的需要定妆的部位定妆就可以了，就是避免全脸的定妆。你可以用一些你喜欢的那些粉状也是可以，只要用小刷子针对 T 字部位或者是容易出油的地方轻轻的扫一下就可以了。又或者呢，就像我说的那种，我喜欢在化完底妆的时候呢，用定妆喷雾喷一下，这样呢就是看上去的妆感就会更加自然。那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些下妆小技巧对你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并且呢也留言分享你最常遇到的妆容困惑。我们50岁以后不是不能美，只是要用对方法，妆感就能清爽又年轻。那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